Hello， 大家好，我是少爷兵，又来到我们马股经济学的时间啦。今天要介绍的马股是实达集团。你可能不知道的10件事。第一点，实达集团 SP Setia Berhad 简称 SP Setia， 在1993年在大马交易所的第2板挂牌上市，1996年转至主板，是马来西亚第一家专注于其建造的房屋和社区内创造可持续的生活环境的房地产开发商。SP Setia 拥有强大的投资组合，包括精心规划的乡镇、生态保护区、住宅、商业和零售物业，以及在高密度的城市和增长区域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综合发展区。说到 SP Setia 这间公司时，很多人就会联想到其创办人刘启胜，因为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带领 SP Setia 走上辉煌之路的正是刘启胜。目前 SP Setia 拥有大约30亿令吉的市值，在大马交易所的创业板块位于第4名。第二点， SP Setia 的业务可以分为3个部门，那就是房地产开发、建筑和其他业务。房地产开发是 SP Setia 业务的主要驱动力，这业务专注于4个关键领域，如乡镇发展、综合发展、生态主题发展以及利基发展。建筑部门就是专注于建筑和基础设施建设，是马来西亚为数不多的拥有建筑部门的开发商之一。至于其他业务部门，就是从事制造、投资及贸易业务。SP Setia 的客户群涵盖了包括马来西亚、澳大利亚、英国、新加坡、越南、中国和日本等的7个国家。所涉及的项目包括位于马来西亚的 Setia Alam、Bandar Kinrara、Alam Damai， 位于新加坡的 Eco Sanctuary、18 Woodsville， 位于澳大利亚的 Marquee Residences、Uno Melbourne， 位于英国的 Battersea Power Station， 以及位于越南的 Sky Residences 和 Eco Lakes 等等等。不过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还是来自我国马来西亚啦。截至2021财政年， SP Setia 在马来西亚的营收接近总营业额的 80%，16% 来自于新加坡、越南和澳大利亚，分别占了3% 和1%。第3点，SP Setia 初期的名称其实是叫做 Syarikat Pembinaan Setia Sdn Berhad， 是由黄子巨在1974年创办的。后来黄子巨通过友人认识到了刘启胜，当时的刘启胜还是一名年轻的银行家。两人虽然拥有着不同的背景，但这也使到他们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可以分享。两人很快就一拍即合，他们就这样时常互相的交流着有关房地产和建筑以及财务事宜的话题。1989年，刘启胜和合作伙伴潘丁友合资创立了 Syarikat Kemajuan Jerai Sdn Berhad 这间产业公司，而黄子巨就以前辈的身份给了刘启胜很多务实的意见。1993年，黄子巨经营的 Syarikat Pembinaan Setia 成功在大马交易所的第2板挂牌上市，并在1年多后邀请刘启胜加入成为事业伙伴。1996年 Syarikat Pembinaan Setia 以换股的方式导致收购 Syarikat Kemajuan Jerai， 同时公司也改名为 SP Setia Berhad。刘启胜和潘丁友自此成为了 SP Setia 的董事和股东，并在短短的2年带领公司从第2板转至主板地位。1998年，黄子巨功成身退，将 SP Setia 托付于刘启胜，让其继续发扬光大。第4点，SP Setia 当年是被 PNB 恶意收购，很多人都是这么听说，但是收购归收购，为何说成是具有恶意呢？话说回2011年的9月27日当天， PNB 持股增至33% 以上，触发强制性全面收购条例，需要发文告收购其余的股票。而收购要取得成功，就必须要在60天以内获得最少50%加1股的股权，不然这项收购将宣告失败。PNB 在触发强制性全面收购条例时，是拥有 8.05% 股权，其子公司 Amanah Shaham 就握有 25.12% 股权。EPF 和 KWAP 也分别掌握了 13.37% 和 5% 的股权，因此关联基金的持股权总和已经超过了 51%。也就是说，就算刘启胜连同其他小股东全部人坚持不卖哪怕1股，这项收购也仍然可以取得成功。届时 PNB 就能以 51% 的股权成为单一大股东，并获得公司的控制权。这项收购之所以会被视为恶意收购，就是因为打从 PNB 触发强制性全面收购条例那一刻起，
起，就已经注定了这项收购是一定会取得成功的。第5点 ，SB Sedia 近期又来发行附加股了。其实自从 PNB 接手 SB Sedia 之后，这已经是第3次向股东伸手要钱了。第一次是在2016年11月，以5股配2股的比例来筹集10亿令吉左右，说要推动产业项目的发展。第2次就是在2017年11月，发行15股配2股的附加股和5股配2股的优先股来筹集12亿令吉，以收购其姐妹公司岛屿集团。近期就是第3次发行附加股，因为要用来赎回在2017年发行的优先股，预计最多可以筹集接近12亿令吉。虽然这样子来集资比银行贷款好，不用偿还银行利息，但是股东们就不得不出钱来认购，不然在未来股价就会有被稀释的风险。在短短的6年左右，就发行了3次的附加股，相比起刘启胜掌管时期10年左右，也就只有发行1次附加股，同时还派发了3次的红股，真的是今时不同往日了啊。第6点，SB Sedia 在环境、社会与监管方面拥有很好的表现。SB Sedia 所开发的项目融入了各种节能和节水功能，包括节能照明设计、LED 电灯、运动传感器、太阳能加热器系统、双冲水马桶系统、雨水收集系统以及电动汽车充电站等等。除此以外 ，SB Sedia 也将建筑工地规划和植树规划纳入了房地产开发以及城市发展活动内，将提供公共空间，例如花园和口袋公园，以促进项目区域内的生物多样性而改善生态系统，同时允许居民展开社交活动和促进社区关系。拥有这种规模的发展，目前是在 Sedia Alam、Eco Series Township、Sedia Alam Impian、Sedia Fontaine 和 Sedia Warisan Tropika 等等。正因如此 ，SB Sedia 才可以在2021年 FTSE Russell 的环境、社会与监管评分中荣获3颗星的评级。第7点 ，SB Sedia 进军医疗保健市场。是的，近期的房地产公司都很喜欢进军医疗保健领域。2020年有 Masin 选择进军属于医疗保健领域的手套业，2022年就轮到 SB Sedia 宣布与Qualitas医药集团联手进军医疗保健市场。不过与 Masin 不同的是 ，SB Sedia 是要设立门诊医疗中心，可以提供一系列全面的专科和外科服务，包括健康、诊断、治疗和康复等等。相比起 Masin 的手套厂，感觉上 SB Sedia 此次的进军医疗保健领域，并不是投机的举动。毕竟目前的疫情已经开始减缓，之前出现的疯狂投机行为也已经不复存在，而且医疗服务业务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具有强大的发展前景。所以 SB Sedia 建医疗中心的决定，相信是比较有看头的。第8点 ，SB Sedia 拥有潜在开发价值为1200亿令吉以上的土地储备，这是 SB Sedia 自己讲的啦。身为一间房地产开发商，最值钱的就是公司持有的土地储备，所以我们可以从公司的2021财政年的年报看到，目前公司的土地储备就总值高达125亿令吉。土地储备的位置也是相当重要的，如果公司持有的土地储备都是在些鸟不生蛋的地方，那开发之后的房地产价值也会是很有限的。SB Sedia 目前的土地储备大约有7200英亩，分别分散于中马、南马、北马以及东马和国际区域。中马地区土地储备大部分遍布于吉隆坡和雪兰莪一带，例如邦萨、Bukit Jalil、Cheras、Puchong、Shah Alam、Klang、Bangi、Semenyih和 Cyberjaya 等等，一共差不多有4300英亩的土地储备。南马地区部分就主要集中在柔佛州的 Johor Bahru 和 Iskandar Malaysia， 是柔佛州主要的南部发展区域。目前 SB Sedia 在这里拥有大约1200英亩的土地储备。北马地区的土地储备就是在槟城的冰岛和威省，不过主要发展还是在冰岛上，这里的土地储备也不少，一共拥有1300英亩左右。最后剩余的大约400英亩的土地储备就是在东马以及国际区域。第9点，SB Sedia 在近期公布的2022财政年首季业绩是比预期来的差的。从损益表中可以看到，这季度的营业额是比去年同季少了17%左右，而净盈利也是跌了10%以上的。
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收入贡献下跌了，同时也因为去年统计已完成并移交的房产开发数量较多，所以这季度的业绩相较之下就会显得较差了。也许是因为业绩下滑的原因，股价在隔天开市就跳水，而且一跳就一连3天，跌了超过28仙到80仙以下。这或许就是目前市场对 SB Sedia 的反应吧。毕竟 SB Sedia 的业绩已经从2016年之后就每况愈下，股息也是创下历年来的低点，只派发0.65仙而已。对于一间基本面逐渐衰退、股息逐渐减少，还一直跟股东伸手要钱的公司，又会有多少人还愿意相信 SB Sedia 前景可望、未来可期呢？第10点 ，SB Sedia 近期的现金流是在流出的哦。首先，我们可以从公司的营运活动现金流看到，公司流出了差不多有3000万令吉的现金，主要是因为公司在合同资产中还没将钱从客户那里收回来，同时公司也缴付了供应商应付账款的钱，加上这季度的税务也增加了的缘故。投资活动的现金流多数都是流出的，除非一间公司停止投资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公司在这季度有购置土地储备，以及增加联营公司的股权数量。最后就是筹资活动了，可以看到公司偿还了银行的贷款，以及缴付了利息，所以现金流也是处于流出状态的。总之呢 ，SB Sedia 手中的钱，经过这季度后是减少了大约3亿5千万令吉，不过仍然是持有这24亿令吉左右。大家觉得还可以吗？以上就是关于 SB Sedia 你可能不知道的10件事。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喜欢我这次的影片，请记得帮我点个喜欢。想要持续追踪我的话，也欢迎订阅我，或是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按赞。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啦，大家拜拜。